Hello， 大家好，我係白冰。近日網民就 YouTube 多咗好多唔同嘅藍絲 KOL 同埋 YouTuber 咧就熱烈討論，連大 J 都拍片同大家講關於黃藍 YouTuber 嘅生態。我認為原因其實好簡單，就好似我哋上一條片咁講，大量藍絲因為政府唔封關而覺醒，其實都要歸功於柒婆，唔係佢死不封關，又唔派口罩，又將啲隔離營起喺民居隔離，點會有咁多藍絲覺醒啊？我哋從來唔係藍絲 KOL 嘅目標顧客，所以無論幾多藍絲 YouTuber 加入，我哋都唔會去睇。但係今次武漢肺炎事件就令到好多藍絲轉軚，所以先至會有咁多唔同類型嘅藍絲 KOL 走出嚟。當中不乏有政黨背景嘅落選區議員、臨記，年輕嘅又有，激進嘅又有，扮分析嘅都有。大家見到嘅咧係好有系統同埋策略，盡量迎合嗰啲唔同年齡嘅遊離人士、中立人士，將佢哋盡量拉返去藍色大門之內。一連串操作背後嘅操盤手，當然就係中聯辦啦。畢竟駱惠寧新官上任，控制輿論，甚至為未來選舉，即使有冇普選都好，都要做好準備，去培養自己勢力都好正常。有見及此，近日好多網友都整咗香港本土 YouTuber 名單，好開心喺上面都見到我哋嘅 channel。畢竟區選之後都有俾人抹黑過做共諜，其實冇出現喺藍色嘅 YouTuber 上面，我哋都已經好開心。加上見到好多我哋嘅讀者都有推薦白冰呢個 channel 俾人睇。喺呢度要再次感謝你哋嘅支持。翻嚟今日嘅重點，由於我發覺有部分香港人對共產黨同埋黨史都唔係好認識，未必了解共產黨嘅世界觀、歷史觀同其他政黨都好唔同。例如共產黨非常喜歡同埋擅長鬥爭，佢哋會透過鬥爭嚟解決問題。喺2019年3月27號，明居正教授喺《年代向前看》呢個台灣政論節目入面提過，當年毛澤東喺共產黨對付國民黨有5個方法。今日我就拾人牙慧，同大家討論一下共產黨點利用呢5個方法滲透香港。當然其中都會話俾大家知藍絲 KOL 出現嘅原因同埋用途。其實呢5個方法都可以分別獨立開一集嚟講，但係為咗唔重蹈我哋5大訴求嗰5條片嘅覆轍，我哋決定每樣簡單講下。如果大家想我哋詳細講嘅話咧，就留言話俾我哋聽啦。第一種方法，建黨，建立強而有力嘅政黨。建黨就當然係建立共產黨啦，但係佢哋點樣得到力量同埋人才，就之後會再同大家分享。其實中共喺台灣都有建黨，例如新黨、統促黨等等。統促黨即係林何韻詩紅友嗰個黨。當然佢哋會林何韻詩紅友，就證明佢哋唔熟悉香港政治。台灣已經通過反滲透法，相信呢一啲親中政黨都難以發揮政治作用。至於香港就應該唔使同大家多講。民建聯、工聯會就係其中嘅表表者，亦都係相當之成功。立法會議席每屆都有增長，即使啱啱過去區選大敗，但係佢哋嘅地區工作依然不減，仍然有足夠嘅財力應付龐大嘅開支。加上香港政府請翻晒好多落選議員，包括周浩鼎同埋容海恩，你要建制派喺建制內輸，根本就冇可能。加上有功能組別，要立法會過半數只有數字上嘅可能。若果中共喺下次立法會選舉之前將林鄭炒魷，即使有普選立法會都好，只要建制派同民望低嘅特首撇清關係，班保皇黨可唔可以收復區選嘅失地，就要靠香港人嘅質素啦。第二，統戰，統一戰線。統一戰線最先係列寧諗出嚟嘅，然後毛澤東喺1939年嘅《共產黨人》雜誌上面話，統一戰線係中共嘅3大法寶之一。統戰嘅意思，即係政治鬥爭入邊要掌握聯合次要敵人、打擊主要敵人嘅原則，聯合唔同政治團體同埋社會各界嘅力量，為同一政治目的而共同奮鬥。喺中共歷史上面最成功嘅統戰之一就係聯俄容共。當時孫中山啱啱完成第2次革命，推倒想恢復帝制嘅袁世凱，但係軍閥隨即割據。相比之下，孫中山勢孤力弱。孫中山一邊覺得蘇聯共產黨好勁，可以殺死沙皇再取下一個咁大嘅國家。咁啱當時列寧亦都對中國好有興趣，但係中國已經有英國、法國、日本嘅勢力喺度盤踞，所以就揾咗孫中山嚟做切入點，可以話係各取所需。孫中山改造中國國民黨同時，蘇聯給予孫中山大量嘅武器同埋財政援助，又力排眾議容許共產黨以個人身份加入中國國民黨，自稱聯俄容共。當然孫中山都知道共產黨嘅能力，當時佢覺得佢嘅三民主義係完美，可以統戰翻啲共產黨人，所以佢會講三民主義即係社會主義，希望令到共產黨人放棄共產主義嘅想法。我哋作為事後孔明當然知道，孫中山呢個判斷可以話係錯到離晒譜，而且明顯對共產主義嘅了解唔夠深。中共嘅統戰都係先架空，後掏空，然後取代。聯俄容共期間，中共先掌握國民黨嘅重要部門，
例如組織部，令到之後加入國民黨嘅新人都同時係共產黨人。毛澤東就擔任宣傳部嘅代理部長。至於宣傳部點解咁重要，就影片較後嘅位置會再同大家分析。之後黨代表、軍官都係共產黨人擔任，而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就係周恩來。可見國民黨有部分嘅權力已經俾共產黨架空。特別喺人員滲透方面，國民黨經常要提防黨友係咪地下共產黨人。喺香港可以用 TVB 嚟做例子，中共俾 TVB 喺大陸揾食，佢哋旗下藝人又可以喺大陸表演出 show， 劇集又可以喺大陸播放，從而令到 TVB 有豐厚嘅收益。久而久之，金錢嘅利益就好似毒品咁，令到 TVB 唔能夠脫離中共。同一時間，中共會不停滲透 TVB。喺2015年，同中國政府關係密切嘅華人文化傳媒娛樂投資有限公司，以入股持有 TVB 26% 股權嘅控股公司，成為 TVB 第一個中資股東。背後呢，就係共產黨員前上海市委副秘書長黎瑞剛。無獨有偶，喺之後嘅2016年6月，無線電視人事變動，袁志偉同樂易令就由總監升做助理總經理。當中袁志偉就相信大家都好認識，早於佔中時期嘅七警案，袁志偉下旨要求報導生去暗角拳打腳踢嘅旁述。之後有一段新聞部員工大會嘅錄音流出，疑似袁志偉嘅聲音多次訓示記者。當時決定播出呢個片段嘅時任助理採訪主任何永康，事後都俾人降職。近半年嘅反修例運動，亦都有多個報導指新聞部嘅員工接獲上級袁志偉指示，要求將所有破壞警方形象嘅片段刪剪，並側重播出抗爭者暴力場面同埋親政府、警方、建制人士嘅聲音。其實喺1991年9月，袁志偉喺63+1事件之後獨家訪問時任中國國務院總理李鵬，而且笑容滿面咁同佢親自握手，成為香港新聞歷史上一個經典嘅畫面。之後佢先後成為無線電視新聞同埋資訊部助理總監、副總監同埋總監。可以話係訪問李鵬之後就平步青雲。去到呢度，大家都應該估到袁志偉係一個咩嘅角色。其實大家都見到，呢個就係中共一貫嘅手法，滲透內部再統戰，先架空後掏空，然後就取而代之。曾經係世界最具規模嘅華語電視製作中心，而家 TVB 已經成為一個不折不扣嘅黨媒。第三，武鬥，即係武裝鬥爭。武鬥呢 part 唔講咁多，因為冇乜點用過，算係毛澤東嘅語言藝術，用嚟呃對手嘅意圖比較多。其中一個比較好嘅例子，就係1949年之後，喺中國大陸任何一本歷史教材入邊都清楚明白咁寫住，係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軍民堅持8年抗戰，先戰勝咗日本呢一個帝國主義嘅侵略。但係喺抗日戰爭期間，毛澤東主張1分抗日、2分應付、7分發展嘅中共抗日方針。當時毛澤東警告民眾唔好為愛國主義所迷惑，唔好去前線充當抗日英雄。要知道日本嘅飛機大炮比我哋嘅危險，將遠超過蔣介石以前俾我哋嘅危害。佢主張八路軍應該堅持游擊戰爭，避開同日軍嘅正面衝突，避實就虛，繞道日軍嘅後方去打游擊。主要任務係擴充八路軍嘅實力，並喺敵人嘅後方建立中共所領導嘅抗日游擊根據地。當時更有傳共產黨會偷襲抗日嘅國民黨軍隊，就好似黃毓民先生喺議會上面講過，即係歷史咧就唔可以歪曲嘅，喺度大義凜然嘅人 ，OK， 抗日戰爭關你共產黨差事啊！喺1934年期間嘅紅軍25000里長征，更因被冠上北上抗日呢一個無限正義同無限愛國嘅前提，中共長征竟然被吹奏係革命浪漫主義嘅英雄史詩，足以動人心魄。但係之後嘅著名中國歷史學家辛浩年先生指出，25000里長征係假，北上抗日都係假，25000里逃亡先係真。所以武鬥都係用嚟逼人多，就好似台灣咁，成日都話有幾千幾百支導彈對住佢，又話2020年之前冇統台灣，結果係點就大家心知肚明啦。反而喺香港就真係有用到，冇錯就係班狗。中共用班狗喺香港玩武裝鬥爭，共產黨嘅武裝鬥爭只會喺對面冇武裝嘅時候使用，因為中共對外嘅武裝鬥爭可以話係從來冇贏過。第四，文宣，上面提過聯俄容共期間，由毛澤東擔任宣傳部代理部長，當時國民黨長期偏重軍事發展，並唔專注宣傳工作。但係毛澤東上任之後，佢一方面整頓國民黨嘅宣傳系統，創辦咗好多國共合作同埋統一戰線性質嘅報刊；另一方面利用國民黨嘅宣傳資源，向民眾揭露國民黨有幾腐敗。由此可見，共產黨嘅文宣能力有幾強。共產黨其實好識兵法，正所謂勝兵先，勝而後求戰。
一個會打勝仗嘅軍隊會先佈好局，計算後會贏先至會打，等所有民心、所有因素都利好，先至會開戰。而文宣就係佈局之用。蘇聯共產黨教毛澤東要做嘅唔係宣傳，而係宣傳鼓動。宣傳係潛移默化變更你對呢個問題嘅想法，鼓動係會令你熱血沸騰，即刻行動就叫鼓動。呢個世界有2個國家仲有宣傳鼓動部，除咗中共之外，剩翻低個就係北韓。呢個宣傳鼓動部而家就叫做中共中央宣傳部，佢有通訊社、報紙、電視台、電台、網絡。今次班藍絲 KOL100就屬於網絡。你可能覺得佢哋只係一個 YouTuber， 極其量都只係一個傳媒人，但係喺黨嘅角度，佢哋就等於戰士，負責宣傳，將黨嘅意思話俾大家聽，負責戰鬥，見到對黨不利嘅消息，要反駁，要攻擊，甚至會收集情報，似係一個情報員多過一個 YouTuber。另外，近年大家都會聽到大外宣呢個 term， 究竟又係咩嚟嘅呢？文宣係佈局之用，大外宣就係攻佔世界之用。大外宣全寫係中國對外宣傳大佈局，喺2009年已經投入咗450億人民幣，主要嘅目的係去爭奪國際話語權，建立世界傳媒新秩序，以黨為主導，符合黨利益嘅新秩序。但係中共嘅聲音一直都入唔到國際，咁點樣打入去呢？其實上面提過統戰 TVB 就係一個好好嘅例子。首先，中共會同你買廣告，之後俾嘅錢俾得夠多，就會越嚟越多要求，想你寫讚美中共嘅文章，拍讚美中共嘅節目，然後就直接買你個媒體。南華早報呢個老牌報紙咧就俾中共買咗，買唔到嘅咧就滲透。如果喺外國，就派啲讀得書嘅大學生喺畢業之後咧就入某個媒體度做，再唔係就直接收買外國記者，或者高薪聘請外國嘅媒體人，再唔得咧就同你合作搞下嘢，最少都夾份中國觀察喺呢個報刊入邊。例如《華爾街日報》、日本嘅每日新聞咧都係咁樣。最終嘅目的就係1. 塑造國家同黨嘅形象；2. 説好中國故事；3. 糾正錯誤報導；4. 改善國際對中共嘅敵視；5. 直接影響外國決策，令到外國人覺得中國發大財，中國生意好好做，中國人好有錢，嚟呢度買嘢就發達，令到大家接受甚至中意中國人。千祈唔好覺得好好笑，好多香港人都係咁諗。甚至喺上年6月之前，韓國瑜用呢一招都爭啲搞掂台灣。另外，向外推銷一黨專政、共產主義，令一啲貧窮甚至動亂但係有民主體制嘅國家羨慕，令佢哋以為一黨專政可以穩定啲，所以宣傳一黨專政，宣傳中國模式，宣傳一帶一路，甚至宣傳一國兩制。台灣喺上年6月之前，韓國瑜聲勢浩大，近乎必勝。即使台灣已經係一個自由民主嘅多元化國家，都幾乎俾中共嘅文宣帶錯方向。呢個亦都係上面所提及，當中嘅文宣就係包含咗説好中國故事，即係令到台灣人民覺得台灣係屬於中國。香港嘅一國兩制運行得好好，所以令到台灣行一國兩制都唔使驚。此外，中共喺外國大量舉辦孔子學院都係大外宣嘅重要一環。今日篇幅所限呢就唔多講，總之就用嚟呃外國人，佢哋以為係學中國歷史、中國文化。點知入到去呢，係學共產黨版本嘅中國歷史，即係抗日傳教共產黨呢啲啊。關於大外宣，近排有一個好值得分享嘅例子。Tom Cotton 係第一個喺美國國會談及武漢生物實驗室可能洩漏武漢病毒嘅美國參議員。連日嚟就遭到大大小小嘅報章批評佢亂咁講，但係原來呢一切都係引蛇出洞。佢喺最新受訪爆出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收受中國日報幾百萬美元。中國郵報同日連同新華社5間媒體，俾美國國務院盯上，需要登記喺美國嘅資產同埋僱員名單，視同中國駐美大使館嘅分部。連日嚟不斷批評 Tom Cotton 嘅美國媒體，因此就被盯上為紅媒。美國國務院喺調查中共文宣部滲透嘅時候，一定會將佢哋列為嫌疑機構。Donald Trump 都話，自習近平當上主席以嚟，中國共產黨已經重組咗中國嘅國家新聞機構，並對佢哋採取咗更加直接嘅控制，無論係內容、社論定係其他方面。呢件事可以一次過睇晒，大外宣係點樣塑造國家同黨嘅形象，説好中國故事，糾正錯誤報導，改善國際對中共嘅敵視，同埋直接影響外國決策。不過俾美國一招引蛇出洞破功，難為中共嘅大灑金錢啊！嚟到呢度就不得不提中共嘅強力工具網軍。
當年台灣9合1大選就係俾中共網軍鋪天蓋地咁入侵，令到韓國瑜有籍籍無名，搖身一變成為發大財嘅高雄市市長。網軍係隸屬於中共解放軍，並非中聯辦直接控制，所以香港究竟有冇俾網軍入侵呢？就留俾大家自己思考啦。到最後第5個方法，用奸運用間諜。詳情想知咩係間諜，同香港一路以嚟點樣成為間諜基地，點樣俾中共間諜害完一鑊又一鑊，就可以去我哋新 channel 聽下高人講間諜嘅呢一集。喺度就簡單同大家講下王立強案。聲稱服務於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嘅福建籍男子王立強，喺2019年4月23號持旅遊簽證進入澳洲之後，向澳洲安全情報組織投誠，請求澳洲政府提供政治庇護。11月23號，王立強接受澳洲多間媒體訪問，曝光間諜身份。喺採訪入邊，王立強表示佢負責中華人民共和國同解放軍喺香港嘅情報活動，曾使用偽造嘅身份，持大韓民國嘅護照去台灣活動，聲稱參與策劃香港銅鑼灣書店綁架李波，滲透香港大專院校，同埋喺台灣耗費10幾億人民幣，成功影響2018年台灣嘅9合1大選，幫助中國國民黨獲勝，更企圖影響2020年嘅台灣大選。當中最重要嘅係，王立強直指總部位於香港德輔道西嘅中國創新投資係中國解放軍總參謀部所成立，目的係滲透香港金融市場同埋收集軍事情報。中國創新投資公司負責人向心、龔青夫婦因為捲入共諜案而喺台灣被限制出境。據台灣自由時報報導，經過多番考證推敲之後，佢哋喺 Facebook 指向心原係中共元老葉劍英嘅外孫。簡單嚟講，即係王立強喺香港為中共從事間諜工作，呢個組織嘅阿頭叫向心，就有可能係中共元老葉劍英嘅外孫葉向真嘅仔。咁葉劍英又係咩來頭呢？喺上面提過嘅國共合作，葉劍英有滲透入國民黨，係黃埔軍校嘅教授部副主任，佢亦都係中共嘅10大元帥之一，係唯一一個冇打過仗嘅元帥。當時有好多人都唔鋸，但係毛澤東話：你喺前面打仗嘅時候，佢就喺後面調動糧草。佢功不可沒，當中提到嘅糧草當然就包括情報啦。葉劍英當年亦都係靠住情報去救已經落難、俾4人幫追殺嘅鄧小平。葉劍英嘅二仔叫葉選玲，佢阿媽係葉劍英嘅第3任妻子，叫曾憲植，係曾國藩第9個細佬，曾國荃嘅第5代孫女。有太子黨精神領袖之稱嘅葉選玲，被認為係一直掌管香港嘅情報工作，而中共嘅情報系統只會交由絕對可信嘅人操作。加上葉選玲嘅外貌同向心異常相似，所以先會有向心係葉劍英後人嘅講法。影片嚟到最後，尼采講過，與怪物戰鬥嘅人要小心，小心自己唔好成為怪物。但係我哋認為，對抗怪物、防止怪物入侵，就唔一定要變成怪物先抵禦到。了解對方嘅進攻方法，其實就能夠制定好防守策略。面對中共長久以嚟嘅滲透，了解佢哋嘅手段，對預防甚至破解中共入侵有好大幫助。喺今次抗爭運動入邊，點解中共用佢慣常嘅手法都平息唔到香港嘅政治風波？我認為根本原因係因為今次嘅抗爭運動冇大台，所以中共冇得建黨。冇得統戰，冇大台之下又迫使人獨立思考，唔怕中共嘅文宣，冇大台就更加唔使驚間諜，成功逼到共產黨用佢哋最唔擅長嘅武鬥，試圖令香港人屈服。由此可見，冇大台嘅抗爭先至係21世紀對抗共產黨最好、最有效嘅方法。學聯同埋醫護工會就係一個好好嘅反面教材。今次嘅影片希望可以幫到大家多啲了解自己嘅敵人，如果有任何錯漏，歡迎大家指正。今次嘅影片就嚟到呢度，中意我哋嘅影片不妨 like、share 同埋 comment， 記得 subscribe 我哋 channel， 記得撳埋隔離個鈴鈴。我哋逢星期5晚9點鐘都會喺 YouTube 上面直播，會同大家分析時事同埋政治，希望到時可以見到大家。我哋下次再見，拜拜。